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共工怒触不周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巨人因与众神发生争斗而引发了一场灾难，给人间带来了极大的破坏。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有趣的神话故事，了解它的背景和内涵。共工是天上的水神，是火神祝融的儿子。他像女娲一样长着人头蛇身，不过他有一头像火焰一样的红头发，脾气很暴躁。共工掌管海洋、江河、湖泊、沼泽和池塘，他常在天庭四处闲逛，到处找别的天神的麻烦，有时还会借巡视水域的名义到人间惹是生非。和共工最合不来的就是他的父亲火神祝融，长着人面兽身，常坐在一辆有2条龙驾着的云车上到处巡视。他的脾气也很火爆，而且一向看不惯儿子共工的所作所为，父子之间真是水火不相容。有一天，父子俩又吵起来了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越吵越厉害。后来共工竟然不顾父亲的威严，拔出板斧向祝融砍了过去。祝融气的头发和胡子都竖了起来，于是也拿着武器迎了上去。2个人脚踏云朵，你的斧头挥过去，我的大刀砍过来，打得非常激烈。过了3天3夜，还没有分出胜负。渐渐的，共工有些招架不住了，眼看很快就要被祝融打败了，便从天上退到人间，来到不周山下。共工一落到地面，便马上调集了所有江河湖海的大水，排山倒海地向祝融压过去。祝融一见，立即口喷神火向共工烧过来，一股股的大水浇灭了一团团的烈火，但是火势实在太大了，慢慢的把海水和河水都烧热了。天哪！再烧下去，地上的水都要被烧干了。这时祝融却收手停战，驾着龙车回去了。共工一看父亲走了，恼羞成怒，却又无处发泄，于是他驾起飞龙，来到半空，猛地一头撞向不周山。只听一声震天巨响，不周山被拦腰折断了。地上的人们差点被这响声吓死，往天上一看，不好了，西北天空破了一个巨大的窟，黑洞洞的。原来这不周山是天地之间的支柱，天柱折断了，导致了天空向西北方倾斜，日月星辰都改变了位置，一齐滑到西北方向去了。此外，天洞也从大窟窿滔滔不绝地倾泻下来，造成人间洪水泛滥，民不聊生。后来女娲将那个大窟窿给补上之后，大地才重回正常。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警示，即不能过度的争斗和斗争。同时，这个故事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神话的丰富性和多样性，它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让我们一起珍惜和传承这些有趣的神话故事。